今天的南瓜絕對是全球飲食工業中最成功的逆襲者。在美國，每年10月前後，南瓜风味產品的銷售額超過了5億美元。星巴克的南瓜拿鐵自2003年推出以來，累計售出超過5億杯。萬聖節前後，美國農戶僅靠南瓜相關的旅遊農業收入就超過2億美元。感恩節的餐桌上，南瓜派也是出現頻率最高的甜点。可以說，南瓜已經從一種單純的農作物，变成了一個橫跨食品、飲品、節慶、旅遊、家居、裝飾的複合型文化符號。但把這個時間軸往回撥300年，你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。18世紀的倫敦街頭，南瓜和蕪菁一起堆在廉價蔬果攤上叫賣，買主全是底層勞工和鄉下農民。英格蘭的上流社會餐桌上，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吃過南瓜。那麼南瓜到底做了什麼，能让歐美貴族這麼嫌棄它？1. 外來的，2. 廉價的，3. 窮人的，就是這3個標籤宣判了南瓜在歐洲貴族餐桌上的死刑。但有意思的是，最終把南瓜從泥潭裡拽出來的，恰恰是当初最嫌棄它的那個群體所在的那片大陸，只不過角色徹底顛倒了。咱都知道，南瓜的老家是在美洲，大概在1494年前后，哥伦布把南瓜種子被带回了欧洲，但歐洲人对這個來自蠻荒之地的橙色大瓜，從一開始就沒給過好臉色。首先是身份原罪，它是美洲來的。16世紀的歐洲，舊大陸的居民對新大陸的作物普遍帶着一種居高臨下的審視態度，番茄、土豆、玉米剛傳入時都備受猜疑，南瓜就更慘了。歐洲人把南瓜视為野蠻落後的美洲的象徵，其次是太好養活。南瓜这東西種下去就疯长，產量大得驚人。在那個食品產業還不存在的年代，有了南瓜幾乎就意味着能安心過冬。但問題是，太容易得到的東西在貴族眼裡就是廉價的代名詞，產量太大了怎麼辦？市場上賣不掉，自己又吃不完，那就只能當飼料。南瓜最初被帶回歐洲時，甚至就是用來餵豬的。那麼這顆南瓜是怎麼翻身的呢？這就跟美國獨立戰爭有關了。戰爭期間，美國人急需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化身份，什麼都跟英國對着幹，包括吃什麼。南瓜原產於北美，種植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，是西半球已知最古老的作物之一。在獨立戰爭後的民族主義浪潮中，足夠土的南瓜反而成了優勢。它是純正的美國本土產物，不是從歐洲进口的舶來品。1796年，美國美食家阿米利亞·西蒙斯出版了《美國烹飪》，書中記錄的南瓜派外層是酥皮，正是今天流行的南瓜派的雛形。一本國民级烹飪書把南瓜抬到了美國文化代表的位置，但翻身之路并没有那麼順利。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，南瓜依然被困在貧困人口的餐桌上。美國人吃南瓜吃得太久了，任憑多不挑嘴的人也早就吃膩了。市场供應一充足，大家立刻轉投其他食材的懷抱。再加上當時沒有專門為南瓜設計的收割機，小麥等適合機械化種植的作物成了農民的新寵，南瓜又一次被冷落了。19世紀，愛爾蘭移民把萬聖節雕刻燈籠的傳統帶到了美國。在愛爾蘭，人們本來是用蕪菁來雕刻的，到了美國之後，移民們發現南瓜不僅更大更好雕，而且秋天到處都是，於是南瓜燈誕生了。2003年，星巴克推出了南瓜拿鐵，南瓜徹底從窮人的口糧變成了中產的時尚。如今，南瓜风味產品已經形成了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市場。說到底，南瓜的命運翻轉跟它本身好不好吃關係不大，跟誰在吃它關係很大。被印第安人珍視的時候，它是好東西；被歐洲貴族嫌棄的時候，它還是那個南瓜；被美國獨立戰爭後的民族主義者捧起來的時候，它也沒變；被星巴克做成拿鐵賣遍全球的時候，它依然如故。變的從來不是南瓜，變的是人對南瓜的態度。幾百年前，歐洲貴族看到南瓜嫌棄；幾百年後，都市白領看到南瓜拿鐵追捧。南瓜還是那個南瓜，變的是人心。只不過當年嫌棄它的那些貴族，大概做夢也想不到，他們看不上的東西，有朝一日會變成全世界追捧的秋日頂流。